我要开始横跨欧亚大陆的旅程了。我从伦敦出发，搭乘欧洲之星，第一站来到法国巴黎，一个充满浪漫与艺术氛围的城市。这里是世界著名的埃菲尔铁塔所在地，象征着法国的优雅与魅力。从壮丽的罗浮宫到迷人的圣母院，每一处都充满了历史与文化的故事。漫步在塞纳河畔，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韵味。让我们一起探索巴黎，发现它无穷的美丽与魅力吧。在这趟旅途中，我先将想去的景点在地图上标示出来，再依据这些景点、地铁路线以及区域决定住宿的地点。巴黎共分为20区，可以将分区想象成一个蜗牛的壳，以顺时钟画圈。最内圈的区域由1区开始，以此类推到20区，其中1、4、7、8是治安比较好的区域，而17、18、19、20是治安最差的地方。OK， 我到巴黎了。哇，完全陌生的环境，所有的字我都看不懂。我出站了，好，我要开始跑今天的景点了。要先去第一个景点，是圣心堂。那边呢是巴黎治安最不好的区域之一。来看看那边的治安到底有多不好。一路走来呢，我觉得跟伦敦有一个差别，就是路上多了很多喇叭声。现在在伦敦其实听不太到喇叭声，然后来这边这条路才走一小段，然后就多了很多喇叭声。看到了，在上面，好，跑上去。圣心圣殿，简称圣心堂，是法国巴黎的天主教宗座圣殿，供奉着耶稣的圣心，是巴黎著名的地标之一。现在来到爱墙，这里有用各个国家的语言写的“我爱你”。但我好像还没看到中文啊，我看到了，在那边。现在在塞纳河上面，然后呢，右手边就是巴黎铁塔。太夸张了！我本来要到一个埃菲尔铁塔的拍照景点，它就在这边，然后排了超多人，而且全部都是女生，超夸张。巴黎铁塔是法国文化象征之一，曾经保持了45年的世界最高建筑物的地位。与其说它是建筑物，我觉得说它是艺术品也不为过，真的太美了。早安，我现在要去凡尔赛宫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怎么去呢？就是我要先搭地铁6号线，先搭地铁6号线到巴黎铁塔那一站，然后再从那边再转火车到，因为凡尔赛宫在镇外，在巴黎外面，所以就是要再搭火车出去的。然后地铁的车票。巴黎这边的地铁呢，你可以先在它的地铁站，然后买它的 T+ ticket， 买这地铁一张票大概2欧左右。那你买这个 ticket 呢，你就可以就是进站之后就可以一直搭，只要不要出站的话都可以一直搭这样。所以你就可以先规划好路线。然后它这边也不用划位，全部都自由坐，
所以你买了票，然后车来了就可以直接上去了。去这里。哇，超级壮观，超级大的，超夸张的，而且感觉出来这个真的是一个大景点。第一次看到这边有景点是一堆游览车的，在英国都没看到。凡尔赛宫是由路易十四建造的新宫殿，到了20世纪以后，法国因为进入共和政府，皇室被废除，才改建为博物馆，对公众开放。我到入口了，那如果有先买博物馆通行证的话，要记得要先去旁边的办公室换了入场券的门票才可以进去，不能直接拿通行证直接进去。这里原本是一座奥尔赛车站，在1939年取消至巴黎的铁路后，奥赛尔车站便逐渐废弃，最终在1986年改建成为美术馆，成为法国巴黎最著名的美术馆和博物馆，收藏世界上最多的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作品。我现在来到奥赛美术馆，那建议各位要记得买 Museum Pass， 很方便，那一张大概台币2600左右，我买的时候是2600左右，那可以用整个大巴黎地区大概50个博物馆这样子，然后其实它也有点像是快速通关的感觉。那刚刚就是大家在排队买票的时候，我有那个 Museum Pass， 就直接扫条码就可以直接进来了。那它这个博物馆呢，奥赛博物馆它以前是一个车站，那后来就是把里面稍微改建一下，然后放了很多艺术品这样子，所以可以看到说这边整个都是艺术品。这个用来当车站也太漂亮了，里面的装饰都超级精致。罗浮宫原本是法国的皇室，今日已成为罗浮宫博物馆，收藏着大约40万件的艺术作品。我现在来到巴黎最大间的百货公司大巴耶百货公司的顶楼，然后呢，这边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这是巴黎的歌剧院，然后巴黎铁塔在那边，然后凯旋门在那边。凯旋门。凯旋门位于12条重要道路交汇处，站在上面有一种世界的中心，所有马路都通往这里的感觉。是拿破仑为纪念1805年打败2奥联军而修建而成的。到了。好，我要去往顶楼走了。这个也是免费进来的，只要你有买博物馆套票的话，你一样可以免费进来这边，因为费用都包在里面。出来了。因为景点跑得差不多了，起床后先去咖啡 Lucy 安静的享用午餐，顺便欣赏美丽的巴黎铁塔。这是一个很少人知道的景点，想要不受观光客影响的人，可以来这边边享用午餐，边欣赏美丽的巴黎铁塔。
伤兵院原本是由路易14下令建造，用来接待及治疗退伍军人及抗战后残疾军人的医院。1861年，拿破仑的陵墓迁葬于此，这里另有一些拿破仑其他亲属及将军的陵墓。哇，一进来就有点不舒服，这里气场好像有点强。现在在巴黎的圣母院，可惜它还在整修中。但是可以看到，就是这么历史悠久建筑物，然后用现代的机器在那边整修也蛮酷的，有点违和。现在有一点下雨，我要去搭地铁，然后到巴黎东站，然后要往东前往德国。幸好是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才下雨，运气也算蛮好的，我有玩到。刚刚真的很惊险，我本来用那个欧洲通行券，然后以为用那个就可以直接进来了，结果到了之后要上车之后才发现说还要再买座位，幸好那个站票人员可以直接帮我们买票。然后我就可以进来，不然可能又要错过这班，要等3个小时才会有下一班。行走在巴黎街上，让人仿佛置身于诗篇之中。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，说是占领巴黎的德军撤出的时候，他们在巴黎圣母院埋了很多炸弹，但他们得留下一个人来按爆破的按钮。但那个士兵最终却下不了手，他只是呆呆地坐着，惊叹这地方的美妙。当盟军部队到达的时候，他们发现炸弹还在那边，但按钮没人碰过。同样情境还发生在圣心堂、巴黎铁塔等很多地方。至于是不是真的，我也只是听说。